今天上节目的这位部长，他现在就在这个小贩中心里面忙着。他到底是谁呢？跟我们去看看吧。部长，你好。欢迎你到我们的 Dunman Food Center。我听说你在这里派东西，然后想知道你在派什么呢？哦，我们全部的那个熟食中心，赢了那个国际的文化奖。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Heritage 跟Culture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是派那个 cash card 给我们的那些熟食中心他们的那些摊位的户主。你看，就是这个我们的 Thank you Hawkers， 因为我们得到的那个 UNESCO 那个豆干包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吃了。我看应该是那个时候是6、7岁，从外面的那个East Coast 去到这边。他搬去那个丹东港东那里，我也跟着一起去。对，这几乎大概每一个月一次，我都买回家。我也是，因为我听说很出名嘛，然后又很特别，所以我也买过。特色。对对对。啊哥，我看你这个档口这里写1959年创办的。对，这个是潮州市的。那你这个倒瓜包它有什么特别呢？里面有鱼圆、黄瓜、卤蛋跟芋头，还有那个卤鸭、卤肉啊。谢谢。要好的，好，我请你们 ，OK。好，来，夹好的。不是夹啊，真的夹。你知道广东话他说他要做生意的，唔好阻住個地球轉啊！我請你打包好不好？对，我要打包一点，然后等一下拿回露营车，我们一起吃。叫他加料的，这个是加料。我们加这个倒瓜包，还有鸭肉可以。还有鸡蛋鸡蛋卤肉啊。好的。那个鱼圆，这个芋头也是好吃，脆脆的。那你都给我们一点，然后那个辣椒还有那个卤汁。对。多。OK。谢谢。OK。Hey, hi. Good to see you. Good to see you. Want me to serve you? Thank you. 恭喜你啊，为我们国家争光，我们的熟食中心啊得到那个国际的文化奖，很好。好，谢谢你。耶雲吞麵雞料，雞一個雲吞湯 ，OK， 兩個人食。哦，感謝啊。部長，你點了雲吞麵。對，雲吞麵，還有那個純雲吞的湯。這間雲吞麵你特別喜歡嗎？它是老字號，主要的是它的那個湯底呢很好，而且它的麵呢，它有那個 QQ 的那個感覺，而且它的那個叉燒呢很地道的。它的整個那個雲吞的，它的那個皮也是很薄。而且最關鍵的是它的辣椒，所以你試試看。可是你不要去管它的 lower in calories 吃了就算了你吃得起，我是吃不起。等一下我回家我还得做運動。因為我發現這裡很多小販的，好像年紀都比較大。對，是不是？因為他們主要的是，你一旦有那個傳統，它能夠傳承下來，通常都是他們的父母親傳下來。那麼未必他的那個下一代要接任過來這種生意，因為每一天呢從早要站到下午到傍晚嘛，所以也挺勞累的。哇，謝謝，吃不完了，謝謝。哇，這個豬油渣也是 very generous， 謝謝你。哎，這個給很那種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在學校的 canteen 吃的。哇，你那個豬油渣 just。我是醫生嗎？我有藥吃。部長是醫生，所以他可以把豬油渣就這樣吃下去的。我可能就吃1塊吧。我今天跟Dr. Dan就是吃整天呢，我覺得。部長來了。哎，你好。哇，部長，你又帶了什麼？對，我帶了這裡一個很出名的菲菲雲吞麵。你又吃？我們又有口福了。我今天跟Dr. Dan就是吃整天呢，我覺得。部長，我也是有見面禮要給你，就是在我們的露營車上面，我請你上來參觀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看。
看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制作组准备的。哇，因为听很好说你真的很爱吃。是咯，所以你看我整个面孔啊，我整个体型都是喜欢吃的。我看你在这个满地百类一带做活动的时候，对经常都会大饱口福，是不是？对啊这个是自助餐 style。啊，你应该试试看这里这个薄饼。 OK，这样我们拿吧，拿。对，拿了放在那个好盘子上面。这很大的，因为我们这里的它的那个皮是这边特制的。 OK。还有呢，还有什么？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龟乌比冰嘎哦，啊，这个是班丹的做的。这里有没有你最爱吃的？原来部长是吃货。对了，我全部都很爱吃的。还有啊，你看这个有椰子的，哦，这个你放在上面，那拿那些椰子呢，把它放多一点，你看哦，啊，是这样。这个是什么？对这个是 jelly 吗啊，对，我看马来人叫是那个一种龟 Sri Muka， ？OK，嗯，就这样吗你看，对了， ？OK，那我们好再拿下去，我们边吃边聊。不好，好，求之不得。哇，部长，刚才我已经跟你吃了一碗馄饨面，对现在你又带来了这个馄饨面，对那这个肯定跟刚才不一样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这个的故事吗？很出名的，对对对主要的是他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公是自己用手拉、用手打出来的，所以他的面呢，有很特殊的一种口感吃的那个口感。你吃他的那个面的时候，通常呢，所有的顾客呢，都先喝一口汤。哦，先喝汤才是这个。对，它的那个辣椒酱也是他们自己家里的独特的那个秘方，他们做出来的。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，经营我自己的那个诊所，因为你知道做那个全科家庭医生，有些时候呢你做完护士全部回家了，我自己开车到这里出去就吃那个夜宵，就是一碗热喷喷的云吞面，哇，真的那个时候感觉的是很爽的。所以我是从92年吃到现在咯，大概有30多年了。我看部长你真的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对。那你是属于那种 eat to live or live to eat？小的时候呢是 eat to live，现在人生有几何，对不对？我就 live to eat。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我小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带一些照片来给我看？我小的时候是很瘦的，人家叫我做的哥啊瘦的哥这样，对对。我来小时候也是人家叫我我的哥哎。对，小的时候很瘦的。哎，你看，我住在大巴窑的时候，哎呦，很 Q 嘞！这个是几岁？大概是6岁吧，啊，6岁你这么高啊！你看我还有一张肯定是每次站在全班后面。是不是很瘦？哦，这个很小，这个应该很小。这个大概是2、3岁吧，为什么你？会很瘦。哇，好可爱！这个真的是蛮熟的。你是不是家里也就是？对，也是比较贫穷。你还记得你当时有没有一个很丰盛的食物，或者是你第一次尝到一个什么让你特别的暖心的？在我脑海里面很深刻的就是我刚刚好搬去大巴窑，大概是69年到70年嘛，隔壁的那座祖屋的楼下有一个呢海南市的那些烤那个面包的，就是面包店。我记得呢，我们通常是等到大概凌晨1点，它的那些面包全部烘出来了，它是烤到整个面包黑色的。那刚刚好，我父母亲呢拿到月薪，我们就庆祝，我就跑到楼下买一整个面包，烤到黑色的，一整个面包是9毛钱，我就这样说，你不要跟我，你不要给我切片，不要切片，我就整粒拿回家，我妈妈我爸爸就好像把他的那个烤黑色的那个外层呢拉出来，就这样吃。那个时候没有想过会癌症，那个呢是我首次知道吃烧烤乳猪的那个感觉，我们就意味着有朝一日等到我们家境会比较好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乳猪。那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已经烤焦黑黑的对了面包皮。对了，我通常我一开车的时候，如果我看到一间这种比较陈旧的这些 old school bakery 对 old school bakery， 我还会去买的。你这里有没有父母的照片在里面？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们的政府住屋，
哇啊你还比他高哎！对哇，这个是中学的时候是吗？对，中学的时候，这是我妈妈。哦，这个你母亲所以你看我比较像我爸爸还是像我妈妈？都有他们的样子跟气质，我觉得。那后来你们一家人，你的父母他的情况有没有进步呢？我父母亲，因为我们的家境，我看有可能他也没照顾自己了，所以他们2人都结果得了比较严重的疾病。我妈妈是那免疫能力太过的强，变成中了那个类风湿关节炎。1972年的时候，她中了个病，所以结果一世人都是为了治病。她在2003年那个时候呢，她就得了晚期的癌症，因为她所吃的那些药累积下来，有可能是会对她有那个副作用，尿袋里面生癌症。那么那个癌症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它已经跑到那些骨髓里面，所以结果他就去世了。那么我爸爸呢是肝癌，在吸血的过程中呢，感染到那个 C 型肝炎，在2008年的时候，他就中了那个肝癌，也是晚期没办法治疗就去世了。所以虽然我是医生，我也救不了他们，真的很遗憾。哦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医生了。已经是医生了。我去读医科也是为了我母亲，我觉得说希望能够读医科，有一天能够治疗他们。过后就进去国立大学去读医科。哦，那你这个过程你没有觉得很难吗？我看你不要想太多就没事。你招募这样去想的话，去顾虑的话，你就觉得很难了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是因为小时候的环境让你会有这样的一种？可能吧，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的那个困境，而且我的奶妈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说，哎，你不用担心，那个年代，每个人他的那个想法是天塌下来我当被盖嘛，如果是要来的，他还是会来的，所以你还是看看你自己，填饱那个肚子啊，是吗？睡觉好觉啊。那么隔天早上你有那个精力，有那个精神去面对，去克服任何困难。你说的这个很好，只不过有些我就会觉得，我们现在的人都已经不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，但我们可以怎么样也保持着那样的一种心态。我觉得呢，目前的人因为有太过的那些网上的影响，那个 social media， 所以变成了他没有办法去 disconnect。我觉得呢，在这种虚拟的那些结果的世界，并不用这么认真的啊。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学会能够看着自己笑一笑 ，laugh and the whole world laugh with you。所以笑也是这样过一生，你愁眉苦脸也是这样过一天。我觉得呢，乐观一点好了。所以你就爱吃，我也发现。对，因为吃呢不是一个人吃，要有朋友在一起，要有那些知己。好像你这样红颜知己，也爱吃的人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吃，而且呢，如果能够再加上一点美酒，跟很要好的朋友在一起你每一天活的都是开心的。其实这个倒瓜包我也是有吃过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起。很出名的。你从小是吧？对，就有吃这个，你可能对跟我说一下你是多小吃这个？哇，很小。我妈妈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。他是叫玉莲安迪，他的儿子呢跟我大概是同年龄那么他是中华游泳池那个会员，就偶尔我就跟他一起去。那么你游完，你通常会很饿的。过后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个嘉东卢切这里，就是吃这个倒瓜包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在73、74年的时候，我看才2毛还是3毛钱而已。主要你要加这个，要加这个加料，很肥嘞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我喜欢把它们全部的一些不同的料全部串在一起。我喜欢它的那个卤肉，对我来讲呢，卤鸭，我觉得它的鸭脚、鸭颈都是很不健康的，它的鸭颈跟那个鸭肝。我比较喜欢，所以你都是喜欢这种很不健康的食物。还有教坏了大家。我看如果给那个我们的卫生部长王义康给他看这个视频的话，他肯定很生气的。部长从小到大有没有
做过什么兼职啊，或者要去打工的经验？我的兼职呢，那个年代，我看大部分的人都会有兼职。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是小6到中1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开始有一点那个就是教我的邻居的补习，哦，数学、英文、科学等等。是你这里有吗？对 Mount Hill 对，这是 Mount Hill 啊。 OK， 这是你是吗？这是我，这是 Science Club。所以你就教补习，要教我的邻居。那么1个月能够赚几10块钱。哦，那么等到我读高中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多人找我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凭着不用宣传的，就是凭着人家介绍口碑对，你可以说我就从13岁就开始兼职，教补习，到我大概25岁毕业，我也有考虑过卖保险，可是我看我的国药卖得不够好了，我连1中也做不到。就你不只是医生嘛，你确实也是有创立了很多个诊所，可以说是白手起家。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根本没有什么预先的那个计划或者是策划，也就一步一步来。那个时候我原本是要当外科专科，可是呢那个时候我记得呢，刚刚好我觉得我们整个就家庭医生领域，它大部分都是集中在CBD， 可是反而那些就是政府的新的那些主务区那些家庭诊所很少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篇稿说，我说我应该开一整个集团，就是开那个连串的那些诊所，把所有的病人的他的那个他的病例全部联系在一起，所以我就创造了康威医疗集团。我跟我很要好的朋友，跟那个时候我的女朋友，现在是我太太了，就创办康威医疗集团。那个是在刚刚好是1990年，或者是1991年就开始，我那个时候才26、27岁而已。哇，好厉害哦，我觉得。因为那个时候是机会嘛，机会来了你就抓紧。其实今天呢，制作组也安排了一个小游戏给我们。哦，是吗？但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先离场，给他们准备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来。好，欢迎你。Hello， 你好。他说他是教人家兼职的工作。城市是在天的。他们把车拖进来的这个，哎呦，很神秘哦。OK。你在这里剪头发还是什么？哦，我只可以问他 yes or no question 啊。来，计时开始。你的工作是在飞的吗？不是。不是，这是在地的啊。OK。是你的工作呢？是照顾别人的吗？不是。不是。是教人家的吗？是。哦，这样你是教师吗？不是。教人家的，你教人家就是教人家teach 吗？他不是，你问他是不是教师，他说不是，是吗？不是。 OK， 不是你是开导人家的？不是。不是，叫怎么样教人家又不是开导人家？你是辅导官吗？不是。那你的工作是全 full time 还是 part time？ 不可以问 full time，你的工作是 full time 吗？是。full time。这样你是在人力部吗？不是。不是。你是有没有罚款的？没有。没有。什么问题？哇，很难猜嘞。对，很难猜。不行，我们猜不到。看得出吗？我可以这样猜。是。你的 attire 也看不出哎。我现在是就业在 Accenture Singapore， 一名 Business Architecture Consultant， 所以教人是其中方面。那你的工作是需要你做些什么呢？很像 implementation 类，然后也是有教我的客户怎么用那个系统。这样你是 consultant， 是顾问。顾问。所以你是被聘请还是你自己的生意呢？被聘请的。因为你是坐在轮椅上面，你会碰到一些，比如说歧视啊，或者是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些不便嘛？
当然有的。其实，在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，全部的资源是在 work from home 的，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任何的障碍，也没有什么挑战，就很在一个温室里舒适的一个花儿这样子。我其实有开始反思，为什么坐轮椅或者有障碍的那些人士一定要 work from home 吗？我觉得 environment 不是一个问题，是在于文化。那时候我的同事，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接纳一个坐轮椅的同事。好像如果有接障碍设施，他们要怎么协助我？所以大致上午餐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公司里面自己吃。过后我就离开了那个公司，去找另外一份工。比如说我在我的 resume 里面，我放了我自己是残疾人士，就发了好多电邮出去，没有反应。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，不然我尝试拿掉我是残疾人士，就开始有很多电话咨询叫我下去interview。然后可是我一跟他们通话就说，其实我是坐轮椅的，他们就有一点惊讶，那就没有消息了。我们的劳资证啊也谈了蛮久的。今年年底呢，我们会推出一个新的法令，就是在职场上那些员工都要得到平等的待遇，好像种族啊，或者是宗教、语言、性别、年龄，还有身体的那个残疾的问题呢，在任何情况之下，公司都不可以歧视他们。我看最近几年呢，公司的那个包容性，关于残疾人士他们所面临的障碍，他已经比较体谅，也比较了解。那现在你在这个公司的这个环境是不是有改善了？改善很多。刚加入这份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害怕，也是因为那时候是 COVID-19 的时候，所以我还可以隐藏我的身份，可是不能藏多久的嘛。可是我很庆幸的是，在我的那个 New Joiner Experience 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老板，他是听觉障碍的，也是，他就亲自分享他自己的经验。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个叫做 Disability Pillar， 专门是照料我们这些群体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其实都希望慢慢越来越可以了解。如果呢，公司跟我们政府配合，我们还会看能够拨出那些 grants 来帮助他们，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把这些阻碍减轻拿掉，员工尤其是残疾员工可以回去公司里面上班。谢谢倩莹，谢谢啊，好。又来了。来，stand up roll。Stand up 3, 2, 1，来。欢迎你。 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下午好。这位我觉得应该，你是不是个医生？是。哇，很好。很好，对，做医疗的。医疗的，你是中医师吗？啊，中医师。你从事这行多久了？啊，28年。你为什么会想要当医师呢？我是比较喜欢这个中华文化了，因为有一天我走过那个中华医院，看到招中医师，我就去读了。像你培训了几年？差不多5年了。杨医师在古代的时候，很多医师都是男的嘛。现在我认识的一些医师都是女的，是不是现在这个歧视没有这么大了？对，现在女的蛮多的。那你现在本身是在哪里看病呢？我拜5是在马林百列大排60号那边。你都是一直在这里看病吗？没有，我是在大拜窑中心。好的，哎，不是你小时候住的地方，就是刚刚好。在我家的后面，所以我小的时候呢，一旦咳嗽咳得不好的话，我就去找中医师。那个时候我才大概8岁，看门诊拿他的那个很苦的那个咳嗽药，中药很苦的，去吃的话5毛钱。那现在为什么会搬到马林百列呢？
因为本来在刘界那边那个2楼啦，那老人上下不方便，因为他们坐轮椅，哦，还有停车位也不够，不大方便的，所以搬来马林百列这边比较方便。哦，OK， 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谢谢。 OK， 好，来，你好，哇，你好像魔术师。哦，他包得很密。OK， 部长，你要不要开头问一个问题？还在工作吗？有还在工作？你的工作是不是全职的？不是，哦，那边是兼职的，兼职的工作。需要很多的体力，一半。一半。你的工作环境是有冷气的。对， OK， 工作有冷气，收钱的，没有。没有碰到钱，所以不是收银台。对。哦，你是打油，讲打油的。 1分钟到了。啊，对 ，OK， 好，1分钟到，所以我们来揭晓哈。猜得到吗？猜得到吗？猜不到。我猜就是冷气房，要么就是那种做邮政局啊，还是什么局的，我觉得。你现在是穿着制服吗？是啊。哦，那你解袍，我就会知道你是什么工作了。来，1、2、3。好。哦。 只是我说那个收银是是不是开始好？是，所以你是在平价超市工作的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看看，因为在附近有嘛。对，就在那我们这里了。去看看你的工作好，环境。来。这是你负责的区吗？这是我负责的。负责的范围这边是小一部的一边，然后现在的负责的。所以邱先生，你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67了。那其实你应该退休啦，为什么还要工作呢？哦，因为你工作，我也认识的人呐，很好，不要太还早可以运动。对，对，每一天你要活得有意义，每一天要有一个目的，再来上班，跟不同的人接触，这样是最好的。那你的工作需要你做些什么呢？我的工作是需要我来这边排货啊，刚刚点货这样啊，运动这样啊。那这个灵活的工作制度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灵活的工作对我当然是有好处啦，因为这个我有个时间陪伴我的家人，或者带我的孙放学呀，这最好了啦。所以能够灵活时间、灵活办公地点跟灵活的工作量最重要的。所以呢，那灵活性的工作是包括涵盖这3种。但这个灵活工作制度只是给年龄大的吗？还是其实所有的人都有？因为主要的是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中，偶尔呢需要有那些看护的那些责任。因为好像说我记得我妈妈病的时候，她很需要我们去照顾她。如果有这些灵活性的，我可以在家里找一点时间照顾她，我也可以灵活性的回去工作，或者是我可以在家里做，到她病的时候很严重，如果我需要那个工作量减少的话，我可以安排一下，而且给雇主跟员工有一个能够就是在一个很公开、很透明的那个框架下讨论一下，我觉得是一个双赢的政策。谢谢你看我们这里的那个柚跟那个西瓜要不要我选一粒给你？你会选西瓜的吗？我会包甜吗？我不会选，可是呢，你可以当我的 guinea pig。这个是什么？你拿起来看。我看应该不错。你会吗？其实你知道怎么选西瓜吗？大概这是要碰运气就随便拍而已。对了。听说好像我知道柚子。这里好了，这里好。那这里好，你看。因为他选的，所以就好。对。好了，你们有口福了。谢谢部长今天跟我分享了你少年打工的日子，还有你的人生哲学。我会尽量不要想这么多。对了，人生不要想太多，天塌下来当被盖。而且呢，我可以给我们所有的新加坡人的保障就是鼓励，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，我们都会为你着想，而且我们都会尽心尽力去帮助大家。谢谢部长。OK， 谢谢。空中访民情今年是10周年，我祝空中访民情10周年快乐，而且我也很感激在这10年你带来很有意义、
很有诗情画意的一系列的节目。那么我希望未来的10年呢，你们会再接再厉，更上另外一个领域，带给我们的国人更深得民心的节目。谢谢。